那是一个阴雨天间歇的日子，下午临近黄昏的时候，我来到了住家。住家的房子非常的华丽，坐落于悉尼市区不远的一处安静的斜街上面。道路两边布满了树木，树木很有年头，枝杈划过道路上层的空间，落叶也覆盖着道路的大部分区域，让这个本来就幽静的街区更显得别有一番样子。这在悉尼当然属于富贵的街区，房子临街一面也显出不一样的特点，庄严肃穆又不失情趣。有一个古典的女神雕像在雅致的喷泉中央，流动的水抚慰着女神的脚面。进屋之前，我拿出罗盘，奇怪的是，罗盘的指针不停地微微晃动，应该是磁极很不稳定。于是我拿起了另外一个小的备用罗盘，这个小的罗盘的敏锐性要低于起初的那个罗盘，而小罗盘指示的方向同大罗盘基本相同，但小罗盘的指针也轻微的有些移动，并不稳定。我意识到这个房子竟然有些古怪，于是打起精神走入了房间。房子主人为了让这间房子显得更通透，或者让我看得更仔细，把室内所有的灯光都打开了。这基本上算一个豪宅了，装修上档次。房间大概有7到8间，分为2层。但是进到屋子之后，我就发现了这个房子最大的问题。这个房子充满了冲突的味道。房子的房龄大概在110到150年之间，前半段保持着以往的风貌，但是在房子1/3处就是新加盖的后半段，而后半段同前半段有明显的差异。后半段是典型的21世纪的别墅的样式，从厨房到厕所到楼梯到卧室，全部采用最考究的室内装修材料和建筑材料构建。落地大窗推门而出，是新颖的长方形的灯光泳池。漫漫的夜色逐渐侵袭上来，让泳池中的蓝色的光芒映照着后面新装修的房屋的灰白的墙壁上。此刻，这个房屋充满了现代的浪漫气息。但是只要在过道里慢慢走过，这个屋子的那种对冲突的感觉就强烈的扑面而来，这种矛盾的气息充斥整个房屋的空间。我用9宫飞星的方式计算了一下，显示巨门星位于房屋的坎位，而五黄与流年相叠加，其中具体细节就不谈了。房屋内部的构造激烈冲突，而房屋的布局也让这种冲突在被掩盖的长久之后的在乙亥的时候加大冲突。顺带的推了一下房子主人的4柱，房主人命格坚挺，更确切的说是应该有一种刚气。我试着琢磨了一下化解的方法，似乎没有什么更好的方式，除非搬离这个房子。但是这所房子我知道是近期由屋主用非常高的价格购得的，显然这样的建议过于唐突了，势必遭到反对。因此我并没有直接说出我对于这个房子的担心，只是委婉地表达屋主可能会遇到比较麻烦的事情。
大概类型实际是可以预知的。离开的时候已是晚上了，远处 City 灯光辉煌的闪耀，这注定是一个不平静的夜晚，因为我不太确信这个屋主最后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因为除了搬离这个房子，我想不出什么样的更为有效的方法去化解它本身的罡气同这个屋子所产生的巨大的矛盾冲突之间这种混合多元型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潜在灾祸。事情过去了很多年，每次想起来都觉得对这个 case 还是左右为难。疫情期间呢，曾经不经意间接到朋友的联系，提到这个曾经居住在悉尼市中心不远处的豪宅里的住户。据说在疫情之前，他的生意就完全停顿了。大概起因是因为一个缘由或者一个局，于是连续几年的无休止的诉讼，后来结果不得而知，终归不会很好。过了多年，我依然记得那个阴雨停歇的黄昏前，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罗盘的指针在不停地晃动。